我是老王，一个修车22年的段子手。我的双手沾满过保时捷的机油，也拆废过无数台福特的变速箱。在升降机底下躺了这么久，我早就看透了北美汽车市场的定价逻辑。在这里，你花的钱有一半是在为品牌的傲慢和市场的偏见买单。今天，我把通讯录里那些资深老技师私下扫获的财富密码，毫无保留地砸在桌面上。这3台被严重低估的二手 SUV 是二手车商最不愿意让你知道的底牌，因为买走它们意味着我这样的修理厂将彻底失去从你身上赚钱的机会。第3名，起亚索兰托 Kia Sorento 2016到2020款。这是一台因为挂着起亚车标而被北美中产阶级嗤之以鼻的车。2016到2020款的起亚索兰托，在资本市场，这叫品牌刻板印象带来的估值崩塌。因为早年起亚造过太多廉价的工业垃圾，导致这款真正成熟的作品现在花不到$15,000就能拿下。去年我有个客户带着$18,500的预算，让我帮他验一台跑了9万英里的2017款福特探险者。我看了眼机舱，直接把引擎盖砸上了。我告诉他，你正在花18000买一个未来18个月内必定爆炸的定时炸弹。那台 EcoBoost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极高的热力学负荷下，它脆弱的塑料冷却管路就像是在火山口烤化的吸管。我转身让他花$14,200买下了一台5万多英里的2018款索兰托 SXV600， 动力更强，直接省了$4,300。为什么我说福特的 EcoBoost 的涡轮机是个定时炸弹，而起亚这台 3.3 升 Lambda 4V6 却坚不可摧？答案藏在一个极其冷酷的工程学概念里， BMEP 平均有效压力。当德国人和美国人疯狂缩小排量，用高压涡轮往一个小小的4缸机里死命灌入空气时，他们极大地推高了气缸内的 BMEP。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这方寸之间，活塞、连杆、曲轴、轴承和气缸垫每分每秒都在承受着相当于重型卡车级别的物理爆破力，热量无处散发，机油在800度的高温下迅速碳化，冷却系统的塑料管路就像放在烤箱里的吸管一样，注定脆裂。这叫热力学过载。而起亚的工程师在这台 Lambda 2V6 上选择了最古老也最稳妥的物理防御，排量均摊与热质量。它没有高压涡轮，燃烧室里的每一次爆炸都被极其均匀地分散在6个大口径的气缸里。它庞大的全铝钢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散热冰块，完美地吸收和化解了燃烧产生的热应力。当那些涡轮机在高温地狱里挣扎时，这台 V6 只是在悠闲地散步。没有极限的高温高压，金属就不会疲劳；没有涡轮的摧残，机油就不会提前衰减。这就是最纯粹的物理降维打击，用大排量的空间换取机械寿命的永恒。第2名，马自达 CX-5 2017至今。每次有这台车开进我的修理厂，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因为把底盘升起来之后，除了换机油和刹车片，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开账单的理由。它的贬值速度快得离谱，因为北美市场盲目迷信大尺寸和大排量，但马自达用一种极其偏执的极客精神，在这台车上完成了一次内燃机热力学的奇迹。在2017年之后的第2代 CX-5 上，当全行业都在为了排放法规用复杂的小排量涡轮和容易打滑的 CVT 变速箱折磨消费者时，马自达拿出了那台没有涡轮的 Skyactiv G 2.5 升4缸发动机。大家都知道马自达这台 2.5L Skyactiv G 4缸机的压缩比高达13:1，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热力学定律面前，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数字。根据热力学的绝热压缩公式，当你把压缩比强行拉高到13:1时，混合气体在点火前，温度会被纯粹的物理挤压推向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此时，火花塞还没点火，汽油就会因为超高温而自己爆炸。
这就是毁掉无数高性能引擎的暴政。强大的反向冲击波会瞬间把活塞顶出一个大洞。那马自达这群疯子是怎么解决的？他们没有用复杂的电脑程序去限制动力，而是搬出了流体力学，造出了一套极其变态的421长排气气管。这套排气管的精妙之处在于声波扫气效应。当第一个气缸排气时，高速流动的废气会在管道后方形成一个强大的负压区。马自达利用精确计算的管道长度，让这个负压区刚好在下一个气缸排气门打开的瞬间到达。这就好比吸尘器一样，上一波废气的尾流直接把下一个气缸里残留的几百度的高温废气给抽了出去，气缸内部被彻底清空降温，下一口吸进来的就是冰凉的新鲜空气，从物理根源上杀死了暴政的温床。马自达就是用这种极刻到令人发指的机械排气结构，硬生生驾驭了13:1的狂暴压缩比，同时做到了丰田级别的耐久度。第一名，丰田汉兰达 Toyota Highlander 2014到2019款。第一名是我从业22年来二手车市场里隐藏最深的终极宝藏。如果你懂车，你会知道一台雷克萨斯 RX 或者丰田超霸4 Runner 在北美有多保值，保值到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如果你想要同样的变态级可靠性，同时省下6000到$10,000，答案只有一个：2014到2019款的第3代丰田汉兰达。为什么它这么便宜？因为在北美粗犷的汽车文化里，普通买家嫌弃它长得像一台足球老妈开的伪装版面包车，这是典型的因为外观偏见而产生的市场定价失效。你买到的本质上就是一个换了壳的空间更大的雷克萨斯 RX。2年前，一位职场女高管拿着$28,000想买雷克萨斯，嫌弃汉兰达不好看。我把他带到后院，指着我自己这台跑了19.2万英里的2016款汉兰达，我19500买的，开到现在除了在17万英里换了个水泵，3大件连颗螺丝都没动过。最后他花$21,800买了一台2017款。上个月发短信告诉我，快14万英里了，机械故障为0。最后我们来解剖这台被我奉为神明的丰田3.5升 2GR FK-SV6 发动机。在北美修车，最怕看到的就是那些跑了7-8万英里的德国直喷发动机 GDI。在内窥镜下，它们的进气气门背面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像中风病人血管里的血栓一样坚硬的积碳，因为它们只在气缸内喷油，进气道里只有干燥的空气和曲轴箱窜上来的机油蒸汽，久而久之，积碳就会把引擎的呼吸道彻底堵死。你要花大几百美金让我们用核桃沙去给你做气门清洗，但你在第3代汉兰达的这台 2GR 身上永远看不到这种惨状，因为丰田给它装上了汽车工业史上最天才的燃料输送系统 D4S 双喷射系统。它不仅有气缸内的高压直喷喷油嘴用来压榨动力，它还在进气气管里保留了一套传统的低压喷油嘴。这套低压喷油嘴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是极其奢侈的流体清洗。当你在市区低速蠕行或者怠速等红灯时，气缸内的直喷停止工作，进气气管里的喷油嘴开始喷射。这些雾化的汽油本身就是极好的有机溶剂，在发动机的每一次呼吸中，这些汽油溶剂都在疯狂地冲刷着进气气门的背面。这就好比你在每次吃完油腻的食物后，系统都会自动给你做一次深度的洗牙。丰田没有用复杂的化学添加剂，而是直接在机械结构上利用流体溶解原理，彻底根绝了直喷发动机的绝症。再加上那条粗壮的可以用来拉船的金属正时链条，这台 V6 在物理学和材料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这就是我见过它跑30万英里依然不漏一滴油，不抖一下的终极秘密。起亚索兰托的坚固 V6， 马自达 CX-5 的极客物理学，丰田汉兰达的雷克萨斯平替，这3台车是市场遗忘的孤儿，却是我们技师眼里的无价之宝。
下次你去车行，当那个穿着廉价西装的销售员试图把一台刚刚退出租赁期、亮着故障灯的德国二手车推销给你时，我希望你脑子里能想起这张升降机底下的脸，和今天我们拆解的这些硬核底层逻辑。这里是车市黄金眼，老王带你用物理和机械的眼光刺穿二手车市场的虚伪繁荣。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